大家好，欢迎收听 Mandarin Pod 普通话播客，我是玛丽。我是周洋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玛丽，我们每次收到听众留言，有一个问题出现的频率特别高。哦，是什么问题？我猜猜，是不是关于汉字怎么写的？那是第二高的。最高的问题是，我的词汇量还可以，阅读也没问题。为什么我开口说中文的时候，总是感觉很卡，一点儿也不流利？啊，这个问题太经典了，几乎每个学中文的朋友都会遇到。感觉自己脑子里有很多想法，但就是说不出来，或者说出来也是一个词一个词的往外蹦，听起来很不自然。没错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深入地聊一聊这个话题。到底要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普通话说得更流利呢？这个主题太棒了，非常实用。相信今天的节目会给很多正在苦恼的朋友们带来帮助。所以各位听众朋友，请准备好你的耳朵，也准备好你的小本本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在讨论如何做之前，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个问题，到底什么是流利？对我来说，流利就是说得很快，像个本地人一样，中间不停顿。这可能是很多学习者的第一个想法。但其实，快不等于流利。你看新闻联播的主持人，他们说话的速度并不总是非常快，但我们都会觉得他们非常流利。有道理。那流利到底包含哪些方面呢？我认为，一个流利的中文表达至少应该包括4个方面。第一是连贯性，意思是你的思想和句子是能够顺畅地连接在一起的，而不是孤立的单词和短语。我明白了，就像用线把一颗颗珍珠串成一条项链，而不是把珍珠一个个扔在桌子上。这个比喻太形象了。第二点是自然度，这包括你的语调、节奏和停顿都听起来很舒服、很地道。你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一下，什么时候该说得快一点，哪个词是重音。啊，这个好像更难了，这需要大量的听力输入和模仿。当然，我们后面会具体讲怎么练习。第三点是相对准确性。注意，我说的是相对准确，流利不代表完全没有语法错误。即使是母语者说话时，也偶尔会犯小错误。关键是你的错误不能多到影响听众理解你的意思。这点很重要。很多学习者就是因为太害怕犯错，所以不敢开口。其实，只要别人能听懂，有点小错误，真的没关系。是的，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是自信。当你自信的时候，你的声音会更稳定，表达会更清晰。即使你说得慢一点，别人也能感觉到你的从容和流利。总结一下，流利包含了4个要点：连贯性、自然度、相对准确性和自信。这么一说，感觉流利这个目标清晰多了，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说得快了。是的，所以我们追求的不是机关枪一样的语速，而是清晰、自然、连贯、自信的表达。明确了目标，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聊聊具体的方法了。好了，听众朋友们，干货来了。周洋，要让我们说的流利，第一个秘诀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也是最基础的秘诀，就是大量的可理解的输入。输入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多听多读，对吗？没错。你想想，一个婴儿学习说话，他不是先学语法，
而是先听爸爸妈妈说上千上万遍的话。我们学习外语也是一个道理，你的大脑里必须先储存足够多的正确的、地道的中文声音、句子和表达方式，你才有可能输出，也就是说出来。那具体应该怎么输入呢？就随便听吗？很好的问题。我建议分为2种输入方式。第一种叫泛听，就是把中文当成背景音乐。你可以在做饭、打扫、散步的时候播放中文播客、中文歌曲或者有声书。目的不是要听懂每一个词，而是让你的耳朵熟悉普通话的节奏、韵律和语调。这个我喜欢，听起来很轻松。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材料？当然有。初学者可以从一些儿童故事或者中文学习播客开始，例如我们自己的节目。中级学习者可以尝试一些生活类的播客、电视剧或者比较慢的中文新闻。关键是选择你感兴趣的内容，这样你才能坚持下去。说得对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那第2种输入方式呢？第2种更重要，叫做精听。你需要找一段1到5分钟的音频，这段音频最好有文本，然后你要反复的听，直到你觉得你可以听懂里面大部分的内容。这个过程具体怎么操作呢？我有一个3步精听法。第1步，不看文本，盲听2到3遍，试着理解大意。第2步，看着文本听，把刚才没听懂的单词和句子找出来，查字典，彻底搞明白。第3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就是跟读模仿。跟读模仿，这个词我听过很多次，它真的有那么神奇吗？它就是这么神奇。这是从输入到输出最关键的桥梁。跟读也叫影子练习法，就是像影子一样，紧跟着原声进行模仿。听起来有点像卡拉 OK， 跟着原唱唱歌。有点那个意思，但不完全一样。跟读练习可以帮助你解决很多问题。第一，它可以训练你的口腔肌肉，让你的嘴巴适应说中文时需要的动作。第二，它可以强迫你模仿原声的语调、节奏和停顿，让你的中文听起来更自然。第三，它可以帮助你把知道的词汇和语法变成会用的口语。听起来好处多多。那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跟读练习呢？我也给它分了几个步骤。首先，选择一段发音清晰、语速适中的音频，比如一段教科书的对话，或者一段播客的独白。我们的频道也上传了一些跟读练习材料，大家可以选择收听。第一步，先听几遍，熟悉内容。第二步，看着文本，播放一句，暂停，然后模仿着说一句。注意，要模仿的一模一样，包括感情和语气。第三步，进阶练习。看着文本，这次不要暂停了，让音频连续播放。你试着比原声晚1到2秒钟，像影子一样跟着说。第四步，终极挑战。不看文本，直接跟着音频进行影子跟读。这一步非常难，但效果也最好。我来试一下，比如原声是：今天天气真不错，我们一起去公园散步吧。第二步的练习就是，我听完这句暂停，然后自己说：今天天气真不错，我们一起去公园散步吧。对，
而且你要注意模仿说话人那种愉快、轻松的语气。明白了。那第3步就是我一边听一边跟着说，可能会有点磕磕巴巴。没关系，刚开始都这样。这个练习每天不需要很长时间，10到15分钟就足够了。关键是每天都要坚持。1个月后，你会发现自己的语感和流利度有非常大的提升。总结一下，这个部分我们讲了流利的第1个秘诀，大量的输入和模仿，通过泛听来熟悉语感，通过精听和跟读来连接输入和输出。听众朋友们，这个方法非常有效，一定要试试看。刚刚我们说了输入和模仿，这是在打基础。现在我们来讲第2个核心秘诀，停止用孤立的单词思考，开始用句子和语块思考。语块，这在我们之前的节目中提到过。周洋，你再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吧？语块就是我们说话时经常一起使用的一组词，它们就像一个整体。比如，我们不会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的名字是，我们是把我叫或者我的名字是当做一个整体来说的。其他的例子还有多长时间、多少钱、你最近怎么样、不好意思、没关系等等。对，就是那些我们经常听到的固定的搭配和短语。为什么语块很重要？因为当你用语块来记忆和说话时，你的大脑就不需要临时去想语法规则，不需要去想这个动词后面应该跟哪个名词。你直接调用一个语块，就像从工具箱里拿出一个现成的工具，这样你的反应速度和流利度自然就提高了。那么我们怎么学习这些语块呢？在你学习新单词的时候，不要只记一个词。比如学习安排，你不要只记安排，你要记下和它相关的语块，比如安排时间、安排会议、听从安排。这样，当你想表达的时候，你脑子里就会直接出现这些语块，而不是先想一个一个的词，然后再把它们组合起来。这个方法非常不错，它减轻了我们大脑的负担。除了语块，你刚才还提到了用句子思考。是的，很多学习者在说话前会在脑子里先想自己的母语，然后翻译成中文单词，最后再把这些单词组成一个句子。这个过程太慢了，肯定会卡住。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直接用简单的中文句子来思考。比如早上起床，你要在脑子里对自己说，我今天要去上班。看到天气很好，你要想，今天天气不错。这是一种思维习惯的改变。刚开始可能会不习惯，但坚持下去肯定有效果。没错，从最简单的句子开始，描述你正在做的事情，你看到的东西。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自言自语。这是提高流利度最安全、最方便的练习方式，因为你不需要担心犯错，没有听众，没有压力。自己跟自己说话，听起来有点傻，但好像确实很有用。相信我，所有语言学得好的人都或多或少有过自言自语的经历。好了，我们有了语块和句子，但要把它们说成一段话，还需要一样东西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之前说的，把珍珠串成项链的那根线。玛丽，你总结得太好了，这根线就是连接词。连接词能让你的表达更有逻辑、更连贯，
听起来也更高级。能给我们举一些常用的连接词的例子吗？当然，比如表示顺序的，首先，然后，接着，最后；表示原因和结果的，因为，所以；表示转折的，虽然，但是；表示补充的，而且，另外；表示总结的，总之，一般来说。我们来做一个对比。如果一个学习者想介绍他周末做了什么，他可能会说：我周末去了北京，去了故宫，去了长城，吃了烤鸭，我很累。这样听起来就很不连贯。对，这就是典型的没有线的珍珠。现在，我们用连接词把它串起来，听听效果。我周末去了北京，我先去了故宫，然后去爬了长城，最后我还吃了北京烤鸭。虽然我很累，但是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。感觉完全不一样了。内容没变，但是加了这些连接词之后，整个叙述立刻变得流畅有逻辑，听起来舒服多了。这就是连接词的魔力。所以我建议学习者可以专门整理一个自己的连接词列表，并且在口语练习中有意识地去使用它们。有意识地去使用非常重要。对，还有就是很多学习者在开口前总想在脑子里组织一个100%正确的语法完美的句子，结果就是想得太久，错过了说话的机会，或者因为太紧张，反而说得更不流利。这种情况太常见了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要调整心态，记住，完成比完美更重要。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流，是沟通。只要你的听众能明白你的主要意思，你的交流就是成功的。说得对，我们要把目标从说完美的中文调整为用中文成功的沟通。是的，这个练习听起来很有挑战性，但确实能训练我们在压力下保持语言的连贯性。没错。那节奏感呢？中文的节奏感好像很特别。中文的节奏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多音节词和短语的组合，以及自然的停顿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强调的跟读模仿那么重要。通过模仿母语者，你可以掌握哪里应该连读，哪里应该停顿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句子我今天下午要去银行办点事。一个没有节奏感的人可能会读成我今天下午要去银行办点事，每个字都一样重。对，但一个地道的说法，节奏感可能是这样的：我今天下午要去银行办点事儿。今天下午和要去银行是两个语块，中间有自然的停顿，整个句子听起来很舒服。我明白了。所以要克服这两个障碍，我们需要：第一，放下完美主义，接受不完美的自己，勇敢地去说；第二，重视声调和节奏，在练习时多做跟读模仿，培养语感。总结得非常到位。说到底，提高口语流利度没有任何捷径，它就像健身一样，需要你每天坚持持续的练习。可能今天你觉得没有进步，明天也没有，但1个月、3个月、半年后，当你回头看时，你会惊讶于自己的成长。是的，请大家一定要有耐心，要相信积累的力量，享受开口说中文的每一个瞬间，哪怕只是说出一个简单的句子，
也为你自己鼓掌。好了，本期的普通话播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帮助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给我们留下你的评论。你也可以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提高中文流利度的好方法，我们非常期待和大家交流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下期再见。